你有没有想过，小说和科学实验其实是一回事儿？一个在实验室里操作粒子加速器，另一个在纸上编织虚构的世界。一个用公式推演宇宙的结构，另一个用故事挑战现实的可能性。但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儿，试图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。今天这支视频或许会让书荒的你开启新的旅途，看看小说如何变成人类最疯狂也最隐秘的实验室。在1961年9月，美国传奇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一堂物理入门课。他一开口就丢下一句震撼人心的话：科学的核心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一切知识的最终检验就是实验。换句话说，科学的真理不是谁说了算，而是实验说了算。这门课吸引了将近200位未来的科学家，还有不少同事来旁听。接下来的2年里，费曼把几百年的物理知识压缩成一套系统又精彩的课程内容。虽然他私底下并不算个完美的人，他对女性不太友善，对学生也时常表现出不耐烦，但他依然被公认为物理界最伟大的老师之一，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物理学家从没亲身听过却影响最深的老师。而这套课程后来被整理成一本经典教材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。这本书直到今天依旧是无数物理学子的启蒙之作。只有当你真正明白费曼当年那句关于实验的话时，你才会觉得有多震撼。那年秋天，一场真正的知识大考就此展开。跟其他同学一起设计电路，去记录一闪一闪的微光。这些微光出现在一个装满浓密液体的烧瓶里，来自宇宙射线中的反粒子撞击。当时就是通过这些微光，亲身感受到爱因斯坦说的那个震古烁今的结论：时间是相对的，能量和质量其实是一回事儿。接着做了第2个实验，测量液氦的声音传播速度。学生眼睁睁看着它从气体冷却成液体，然后奇迹发生了。当温度降到接近绝对0度的2度时，氦原子突然抱团成一个整体，不再是各自为政的粒子，而像是被某种集体意志驱动的一体生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超流体现象。最神奇的是，它后来还变成了一股自发喷涌的喷泉，像是液体自己有了生命，要挣脱束缚一般。最后一个实验，学生尝试跟水里那无数个质子对话，通过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激活它们，就像放一首动感的歌，逗一群小孩一起转圈圈。当他们开始共振，一起旋转时，学生们倾听他们的回应。这其实是核磁共振的原理，也就是今天医院常用的 MRI 技术，靠它就能看清人体内的软组织。那段时间不只是学习怎么看懂实验，更是在学习如何创造实验。可就算是物理里最基础的剧情，也已经离奇的让人说不出话来。你想从物质世界里挖出点道理，那你得先造出一堆复杂的像外星科技一样的机器，再推导一串令脑壳疼的公式。在一栋哥特式风格的老教学楼里，学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东西，不是研究物质，而是研究非物质的实验。语言、想象还有文字的魔法。那是第2个主修，西班牙文学课的必修内容，读的是16、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。在那里，没有反粒子，没有量子纠缠，只有文字中的人物、情感和荒诞。那感觉就像从一个充满粒子对撞的现实宇宙，忽然跳进了一个靠想象力驱动的平行世界。就在那座古老的哥特式教学楼里，学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实验方式。比如读了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，托梅斯的《拉萨里略的一生》，出版于1554年。写这本书的人连名字都没人知道，但他却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，后来被称作流浪汉小说。主人公小拉萨罗不是英雄，也不是模范人物，而是个聪明又狡猾的小混混。这种反英雄的角色居然在几百年前就登场了，比我们今天那些荧幕上的坏男孩主角早了好几个世纪。接着是那本举世闻名的《堂吉诃德》。我想大多数人大概率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你知道吗？
塞万提斯不光写出了第一本现代小说，他还顺手玩了一把对现实与幻想的哲学拷问。主角堂吉诃德把脑子里的中世纪骑士梦当成比现实还真的世界，他挥舞着长矛冲向风车，以为那是巨龙。这种天真又矛盾的行为成了一出充满讽刺又深刻的喜剧，直到今天读起来都还让人哭笑不得。最后接触到了另一位作家提尔索德·摩利纳，他写出了舞台上的第一个堂皇形象，就在《堂吉诃德》出版之后没几年。这位情场骗子可不是浪漫英雄，而是用冷笑话和黑色幽默讽刺那些虚无缥缈的贞洁和自由意志。你可以说，那些文学作品其实是在用文字做想象的实验。我真的很喜欢那些古老的故事，尽管我从没活在那个年代、那个世界，但那些人物我竟然能本能的共情。他们挣扎、犯错、自相矛盾，让我感动，也让我反思。可尽管他们看起来那么真实，那么像人，我知道，他们终究只是想象中的人物，他们并不真的存在。相反，在那个昏暗的实验室里测量的那些粒子，什么质子、电子、中微子，虽然永远也无法跟他们共情，但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，比任何小说人物都更真实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脑中的这两个世界似乎再也无法交集，一个是用想象构筑的亲密虚构，另一个是用冷酷公式描述的陌生现实。当时以为这两者永远也不会有交集。你可能以为写小说的和搞物理的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世界，一个沉浸幻想，一个追逐真理。其实这个想法错得离谱。小说家和物理学家其实干的是一样的事儿，他们都在编织世界，一个靠想象，一个靠实验。他们都在追问那些最深最难的问题：什么是真实？什么是存在？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知道的是真的？他们都是实验者，一个用文字做实验，一个用仪器做实验。其实啊，物理实验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共鸣比我们想的还要深，尤其是西班牙语文学中那些令人惊叹的作品。很多伟大的西语小说，说穿了本身就是一种实验，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是由真正的前物理学家创作的，或者直接借用了物理学的核心理念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帮我们重新理解什么叫实验是知识的最终检验。在科学界，其实根本没有一种通用的实验公式。比如，研究超流体的实验方法跟研究洋流的方式完全两码事。量子场论根本不能靠田野调查来验证。科学的种类太多，每种实验都有自己的套路。当然，人们还是一直在努力总结什么叫科学实验。有人说实验分3步、5步，甚至12步。哲学家干脆说，实验其实就是一种介入。我们拿某种工具去接触某个对象，不管他看得见还是看不见，只为弄清楚一个问题：它到底是什么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实验就是我们人类和世界之间的桥梁，是我们认知的一双工具手。它既帮我们了解外面的客观世界，也悄悄映照着我们内心的世界。不过，说到文学中的实验，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点困惑：小说也能实验？这听起来不像是在写故事，倒像在做科学项目。其实，就像科学实验无法被一种公式统一定义一样，小说中的实验也没法一言以蔽之。没有哪一种写法能代表所有文学实验。每一场文学实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本小说，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次全新的实验。在1980年代，有位法国文学权威杰拉尔德·普林斯，他试图认真定义什么是文学实验。他说，拉丁语系中实验这个词的本意其实就是经验或经历，但他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，毕竟哪位小说家不是在写经验呢？他也否定了韦氏词典里那种更科学的定义，什么实验就是测试检验真理。他说，小说里的实验早就超越了验证真假这种窄意义了，甚至连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花活、先锋派的结构游戏，他也不太买账。那些形式上的炫技顶多是噱头，而不是真正的实验。不过他倒是短暂地接受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类比，
小说也可以像科学那样进行实验。比如19世纪作家左拉，他在《实验小说》一书里，就试图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写小说，像做社会实验一样描写人性。还有文学团体乌利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文字实验室。他们会故意给自己设定一堆怪规矩，比如不能用某个字母写整本小说，或者用数学公式设计情节，把写小说真的当成一场结构严谨的实验来做。就像普林斯说的，他们至少是有配方的。普林斯最后总结出文学实验共有的3个特征：第一，他们靠形式或结构来吸引人，而不是靠情节；第二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内部，而非外部世界；第三，他们往往有意地戏弄语言，甚至反复自我引用、自我扭曲。简单来说，这些小说像是在搭建一个密闭系统，把语言当工具，控制变量，重复试验，用写作本身来解构写作。但这并不是小说家做实验的唯一方式。作家们并不总是往文本内部挖掘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像科学家一样，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。他们用想象力去观察现实的运行规律，探索世界的结构，挑战时间和空间的边界，甚至质疑现实本身到底是什么。某种程度上，小说家能像物理学家一样做实验，费曼其实早就暗示过。反过来也成立。科学实验不只是照本宣科的按步骤操作，它需要更重要的东西——想象力。在他加州理工课堂的第1天，他就告诉学生们，要理解这个奇妙、简单却又非常奇怪的世界，我们需要靠猜、靠试验，更需要靠想象。只有那些敢于想象世界可能是什么的人，才有机会真正触碰到它到底是什么。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决定写荣誉论文，题目当然想结合我最痴迷的2个世界，文学和物理。我找到一位专攻中世纪西班牙文学的教授，他特别擅长研究现实与虚构如何交错。我本来想研究点更现代的题材，也更贴近另一个专业，物理。他当时问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为什么在《百年孤独》里，把那么多魔幻现实的情节都设在实验室里？听起来蛮有趣的，对吧？但我犹豫了。我不想只是把实验室当成某种小说背景来解读，我想做得更深一层。我想研究2位真正从物理跨界走入文学的拉丁美洲作家，尼卡诺尔·帕拉和埃内斯托·萨巴托。他们曾经都是学物理的，后来却用文学表达对世界的理解。我相信，他们想要把2个看似矛盾的世界融合在一起。教授被我这个固执的想法打动了，同意指导我。不过他还额外推荐了一位作家，阿根廷的豪华智力机关枪博尔赫斯。他让我特别关注他那些带有科学暗示的短篇小说，所以我开始读3本书：帕拉的《诗与反诗》、萨巴托的《隧道》，还有博尔赫斯的《虚构集》。这3位作家，3个实验场，3种方式，把语言和物理、现实和虚构、科学与想象交织在一起。帕拉1914年出生在智利中部安第斯山脚下，年轻时他就开始写诗，但大学读的却是物理和数学，而且还不是随便学。他不仅在智利国内学习，还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宇宙学。也就是在1940年代末，他一边研究宇宙的起源，一边写出了另一种炸裂宇宙的文字风格，被称为反诗。这些诗既讽刺又放肆，满是俚语，还带点魔幻现实的味道。帕拉把诗从神坛上拉下来，变成了人人可读的文字。不管你是搞学术的，还是在地铁口卖唱的，都能听懂，会心一笑。他回到智利之后，继续教了40年物理，同时一边教书一边写反诗。另一位智利文学巨匠波拉尼奥曾经说，帕拉写诗就像明天就要被电椅处决一样。他的诗有种笑着走向绝望的黑色幽默感。天使会被他命令去挑火车，恋人的名字被他轻描淡写的忘光。他在致几只鸽子的颂诗里，讽刺这些象征和平的鸟，在墓志铭里拿自己衰老的外貌开涮。而在自画像中，他请我们看看他，一个典型场景里的帕拉，一个物理教授，嗓子喊哑，
每周讲课讲到快虚脱，眼睛坏了，头发稀了，鼻子上还全是粉笔灰。我激发的顶多就是一种耻辱感。这是他自己说的。年少时那些高远的理想早就不见了，他现在只会听见莫名其妙的声音，脑子里浮现古怪的形状。而在他那本反诗集的最后一句，他写道：人生没有任何意义。帕拉的反诗，如果用物理来比喻，就像反物质之于普通物质那样，轻盈、诡异，对撞一切传统。事实上，他自己就常拿例子形容自己的诗。他说这些诗非常轻，但能量巨大，速度惊人，因为他们不像传统诗歌那样沉重。听听他的一句名言式反诗：世界就是它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某个王八蛋叫爱因斯坦说的那个样子。是不是很疯狂，很有劲？物理学的逻辑被他用诗句炸了个对穿。而就在帕拉出生的3年前，在遥远的阿根廷草原上，另一个物理学作家也诞生了，埃内斯托·萨巴托。他同样在国内外学习物理，1938年博士毕业后，去到了居里夫人创办的巴黎雷研究所，在那儿做关于辐射的实验。但神奇的是，科学实验室没困住他的灵魂。他在巴黎的咖啡馆结识了一群超现实主义者，开始画画、写诗，思考人生。二战爆发，他逃离法国，去了美国研究宇宙射线。回国后继续教书，但心已经不在实验室了。他最终彻底告别科学，写出一系列哲学散文，包括1945年出版的《异于宇宙》。3年后，他搬进山间木屋，用尽全力写完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隧道》。这本小说后来被看作是拉美第一部存在主义小说，连沙特都说它是反小说，不讲英雄主义，不给希望，专挖人性最深的黑洞。在《隧道》这本小说里，萨巴托用爱情来实验现实，但他笔下的爱情完全不浪漫，甚至有点惊悚。主角是位画家，叫胡安·巴布罗·卡斯特尔。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已婚女子玛利亚，但这段感情不是线性的，它像一场错乱时空里的执念循环。他们从相识、暧昧、靠近，到相爱、嫉妒、互相吞噬。他越渴望知道玛利亚内心的秘密，就越被无法彻底了解另一个人的现实逼疯。最后，他甚至为了确定自己的幻想，制造了一个杀他的理由，只为了让混乱结束。这本小说的文字结构也像主角的精神一样逐渐破碎，越读越像在跟他一起陷进一个思想黑洞。他说，他做过一个噩梦。我走在一座大教堂的屋顶上，四周空无一物。醒来时，我发现墙壁无限扩张，我拼命奔跑，却永远触不到边缘。这就是我们头脑之外的世界，陌生、遥远，无法抵达。在论文里，我尝试提出一个想法：帕拉和萨巴托的文学实验其实都源自他们早年学习的物理世界观。但说实话，那时还是没弄明白，到底什么才算一次实验。大学最后那个暑假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关于人类听觉感知的实验。我学会了用电子设备控制纯音的频率和音高，看着那些翠绿的波形在荧光屏上精准跳动。我请了很多志愿者戴上耳机，让他们分别听左右耳传来的2段白噪音，每次只调一点点变化，几乎察觉不到。我在消音室里一个变量一个变量的控制，确认他们每个人都有绝对音感，结果也一一记录。但无论我怎么严谨控制，我始终无法解释他们听到了什么。因为每当2个耳朵之间的白噪声稍稍相位错位，他们都会说，我听到一个音，而这个音在仪器上根本不存在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同一个虚构音高，就连我自己后来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一个不存在的音，不在波形里，不在现实中，只在我们脑海的深处，像幽灵一样显现。那是来自我们内心世界的一则注脚，一段只在我们脑里成立的实验证据。在物理学里，现实不是人类感受到的东西，因为物理学家太清楚了，人的感官有时候敏锐，有时候脆弱，甚至常常出错。在他们眼中，现实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，是一张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一直存在的地网。
无论我们观察不观察，它都在那里。那是真正的客观存在，是一个超越人类的可能性总目录。原子、引力波、暗物质、基点，所有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见的东西都在其中。现实就像一张牢固的安全网，撑在我们出生到死亡之间那根命运的钢索下。人们常说物理学是自然科学，但现在的物理早就不是单纯观察自然那么简单了。现代物理学家其实跟小说家一样，都需要创造一个又一个人为场景，才能通往真理。比如，小说家虚构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段记忆，我们从这些假的世界里看见真的人性。而物理学家也要制造加速器、探测器、数学模型，在那些从未在地球上真正出现过的环境里，重建一场又一场看不见的粒子运动。比如云式实验，你看到的是水汽中出现的那些小轨迹，其实是不可见的粒子留下的雾中脚印。这些条件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，但正是这些人为的雾，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不可见的世界。物理学家其实并不研究我们所感知的世界，他们不是去山里远足，观察大自然那种写生式研究，他们做的是另一种事儿，创造一个又一个模拟现实，然后在实验室里用机器和公式去扭曲现实。他们试图超越自然界中曾经存在的可能性，在实验室里造云、造时间、造条件，把那些不可见的存在转化成能被仪器捕捉到的物状痕迹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物理学家其实也像小说家，他们只是用公式和实验装置编织出一段段关于现实的叙事。我说的不是比喻，是真正的写故事。物理学家其实也有自己的小说类型，叫做思想实验。比如薛定谔曾经写下一只不存在的猫，它既死又活，被封在盒子里，直到你打开为止。这不是写小说吗？但它却揭示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悖论。再比如海森堡想象自己透过一台不存在的显微镜，用这个场景告诉我们，知识有极限，观察会打扰被观察的对象。爱因斯坦更是其中的大文豪，他写过一段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电梯旅行，来帮我们理解时间与空间是怎样弯曲的。这些不是幻想，是科学。这些不是小说，却比小说还震撼。在现代物理里，连现实本身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怀疑的对象。很多量子物理学家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固定的东西组成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没有观察，没有实验，这个世界就不是真实的，而只是某种可能性。你没看到它，它可能在；你去测量它，它就坍缩为一个结果。这听起来像魔术，但它就是现实。我们脚下那张所谓现实的安全网，在这些科学家眼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弦理论物理学家干脆解锁了最激进的思维方式，他们用数学方程构造出其他宇宙的可能性，一个又一个版本的现实，一套又一套自然法则，在方程式里通通都能自洽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，在多重宇宙里都可能正在上演。有人把它叫做物理学的图书馆，一本又一本世界的剧本，每本都在某个角落翻页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个由无数可能性组成的图书馆里，物理学家依然在寻找那一本唯一属于我们的故事。19世纪的法国作家斯汤达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小说是一面镜子，被人举着走在大路上。他的意思是，小说只是忠实的反映现实，是现实的映照。但他忘了，镜子不一定是平的，我们脑子里那面镜子是哈哈镜，扭曲、跳跃，折射出不可能存在的风景。我们的经验有时候就像一门超现实的物理学，而小说就是那个连接你我脑海多重宇宙的虫洞。小说家其实跟物理学家做的是一样的事儿，他们也操控世界，也重写法则。他们可以压缩或拉长时间，他们能让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像量子纠缠那样遥遥相应。他们告诉我们，世界从来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个样子。而小说的世界就像量子世界一样，不是写死的，也不是固定的。小说里
一个角色的行为可以瞬间改变整个世界的性质。就像量子场中，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状态。也许我们该说，小说是人类为自己发明的思想量子场。在这个场里，现实是可变的、交错的、未定义的。每一部小说其实都像一个宇宙，它遵守自己的法则，就像多重宇宙里的每一个世界都有独立的物理常数。在物理学中，我们操控可能性，哪怕它看起来天方夜谭，我们只要能实验就能验证。但在小说中，我们操作的是不可能，它越不可能就越真实，因为我们从想象中感受到真相。我曾试图从帕拉和萨巴托的文字中找出物理学的痕迹，但直到我读到博尔赫斯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小说和物理可以在哪儿见面。他的短篇虚构集简直就是20世纪最疯狂、最丰饶的思想实验室。在这本书里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不可能的实验。他写过一座无限延伸的图书馆，那里包含了所有可能写出的书，包括你没写下来的版本、写错字的版本、反着写的版本。他写过一个人被诅咒拥有完美记忆，每一片树叶的形状，每次梦境的气味，都像病毒一样占据了他的意识。他无法思考，因为他无法忘记。他还写过一个作家，不靠抄袭，不靠引用，只靠沉浸、感应、再现，一字一句地重写了《堂吉诃德》，完全相同，却属于另一个人、另一个宇宙。那时候的我，每天晚上都被这些实验困住，不是实验室的那些，而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。他那本虚构集比量子力学的作业还难懂，有时候一篇才2页，却能制造出一个连时空都混乱的宇宙悖论。时间可以折叠，空间可以循环，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记住一只马，也可以永远走不出一座图书馆。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困住的理科生，萨巴托就是写隧道的那位前物理学家。在放弃科研转行写小说之后，第一本认真读的小说集就是博尔赫斯的虚构集。他甚至从中借走了平行时间轴的设定，用到隧道那位杀人画家的故事里。虽然他教相对论，但真正把时间变成幻想的人是博尔赫斯。当时的我还很无知，居然不知道这本书早就有英文版，所以一边查字典一边自己硬翻。我想把博尔赫斯据为己有，就像一个物理学家想独占一个新发现的宇宙。他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语言也可以制造黑洞。一个词，一个镜子，一个悖论，就能让你彻底迷失。我开始怀疑，到底是谁在做实验？是我还是他？到底哪里才是现实？是实验室还是书页之间？就是通过博尔赫斯的小说，我第一次进入了那座传说中的巴别图书馆。这篇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，想象了一座收录了所有语言中所有可能文本的图书馆。不是比喻，是所有组合方式，包括每一本书的所有错字、空白页、乱码版本。听起来像是无限的，对吧？其实不是，我后来用公式算过，它是有限的，但数量巨大，甚至比整个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多。这不再是小说，这是信息宇宙论的文学原型。还有那篇仅有1段话的短篇《精确科学论》。博尔赫斯写道，在一个帝国里，制图学发展到了极致，他们画出的地图比城市还大，比省份还精确，直到最后他们画了一张和帝国一样大的地图，每一寸每一角都与真实世界一一对应，而这张地图也因此变成了现实本身的替代品。在那一刻，我真正理解了他要说的东西。当人类的知识精确到极致，它将与现实重叠，甚至取而代之。这不仅仅是讽刺，也不仅仅是幻想，这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哲学不安。如果说科学实验是用装置模拟自然，那博尔赫斯的小说就是用语言模拟世界。他制造的是我们认知的错觉，让我们以为自己理解了一切，但其实我们只是多走了一步，从现实滑入了虚构的黑洞。我还亲自走过了那座迷宫，它的名字叫分岔小径的花园。在这篇194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
博尔赫斯让一位作家写下一本奇书，书中的主角不需要做出选择，因为所有可能的选择都会发生。不是如果他选了 A 就失去 B， 而是他既选了 A 也选了 B， 还选了 C、D、Z。 每一条可能的路，在每一个当下全都真实展开。他的人生不是一个时间线，而是一棵不断分叉、无限蔓延的树。他同时活在每一个可能的版本里。这不就是后来的多重宇宙理论吗？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博尔赫斯从科学论文里借来的点子，但他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1941年，而美国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是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才首次提出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多世界解释。16年后，物理学才赶上小说家的幻想。有意思的是，后来阿根廷物理学家阿尔维托罗霍采访博尔赫斯时，提起了这个预言级的巧合。博尔赫斯听了之后，只轻轻笑了一句：“物理学家想象力真丰富啊。”你看，他不以为自己是先知，他甚至不承认自己写的是理论，他只是在用语言走一条最不可能的路径。就像他小说中的主角，在一座无限分叉的花园里，每一次抬脚都是一次真实的实验。那段时间，我像着了魔一样，把博尔赫斯所有能找到的小说全都读了一遍，尤其喜欢那本《造物主》，一篇一篇梦一样的预言，像闪电一样劈进脑子里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被语言折叠过的世界里，像进了一个会自己旋转的万花筒。我当时住在大学宿舍，隔壁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哲学系同学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我在翻博尔赫斯，停下脚步，笑着说：“你喜欢分叉路径，喜欢现实的变形术，那你一定要读这本书《跳房子》。”他把书放到我桌上，说：“这不是一本普通小说，是一本需要你参与的迷宫。”写《跳房子》的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·科塔萨尔，他是博尔赫斯的后辈，也是忠实读者。他们不仅是文学上的同乡，更是精神上的共谋者。从一开始，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：我们生活的现实是稳定的吗？空间是固定的吗？时间真的是单向的吗？在《跳房子》的阅读说明中，科塔萨尔一上来就写道：“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许多本书。这不是谦虚，它是认真的。”这本小说有两种读法，第一种是从第1章读到第56章，像普通小说那样。第二种呢，你得跳着读，按照作者指定的一套跳房子式的顺序，从第73章跳到第1章，再跳到第99章，像游戏一样，在故事和时间之间穿梭。它打破了小说的基本规则，故事不再有顺序，时间不再有方向，因果不再必须成立，空间也开始交错。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距离，像纸上的2个点被作者折叠了。你不知道角色在哪一页做了选择，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一页已经错过了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本书没有主线剧情，读者才是那个做实验的人。你要自己决定读哪一章，你要自己定义时间顺序、情节走向，你要自己创造现实。这和博尔赫斯笔下的多重宇宙简直是一脉相承的叙事物理学。你不是在读小说，你是在用文字参与一次关于现实本质的实验。1980年，科塔萨尔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，在一场关于小说时间的讲座中，他说了句特别坦白的话：“我对相对论一无所知。”但他说，他知道一件事儿，空间和时间的弹性正是所有故事中幻想的源头。讲座结束后，一位学生举手提问：“您在跳房子里提到过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，您真了解量子物理吗？”科塔萨尔笑了，说：“我是在巴黎住的时候，读《世界报》的科学副刊，才第一次看到不确定性原理的。那一刻，他被镇住了。原来，物理学家也会承认，世界中有些东西是无法被完全知道的。这不就是文学和诗歌也会面对的事吗？”他说：“这就像写诗一样，当你抵达语言表达的极限，那种卡住、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瞬间，和海森堡面对知识的极限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听到了吗？
一位小说家在巴黎的报纸上偶然读到量子力学，竟然在故事里找到了科学的回音。而在他眼中，文学和科学的区别根本不在方法，而在面对不可知的态度。不确定性并不只是科学的课题，它本身也可能就是小说存在的意义。每当我们试图解释世界，总会有一部分东西逃走了，那逃走的部分就是小说。它不是知识的失败，而是世界的宽容，是一种美丽的未知，永远存在于我们所有猜测之后。就像萨巴托曾经抱怨过的那样，因为我有科学背景，大家从不相信我能认真写小说。可他反问自己，如果我最好的前辈其实还在未来等我出现呢？他没说错，那位后来者真的来了。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·费尔南德斯·马洛，一个出生于西班牙的物理学家，却用小说打开了整个21世纪的文学新纪元。如果说跳房子点燃了拉美文学的爆炸年代，那么马洛的作品就是下一次撞击实验。他的小说把弦理论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，甚至熵和信息论全都揉进了文学语言里。他让小说重新变成了思想的粒子加速器。你看，物理学家可以成为诗人，小说家也可以提前写出科学还没定义的真理。在他们中间，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的信念：不确定是所有真正探索的起点。1980年代中期，马洛还只是西班牙圣地亚哥大学的物理系学生。有一天，他的同学递给他一本书，封面上是一个熟悉又奇妙的符号——莫比乌斯环，一条扭曲的无限回路。这本书是博尔赫斯的《造物主》。他打开书页，读到那些诗意的片段，却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，这不就是物理的语言吗？只是换成了文字的形式。博尔赫斯没有写科学，但他写出了科学背后的不可言说的逻辑。他不是解释世界的科学家，他是那个把世界写成反科学之诗的制造者。就像正物质遇上反物质会化作光，马洛从那以后开始在物理笔记本的方程式旁边写诗。他发现，无论是公式还是诗句，都在用最简洁的方式传达一种无法直接触碰的真理。他决定写出一种新的文学，就像弦理论那样，在多维宇宙之间搭起一条连接科学与语言的桥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留下的这座桥，一端通向粒子，一端通向诗。他让我们看见，文学并不落后于科学，它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照亮同一团未知。大学毕业后，马洛搬去了西班牙的马洛卡岛，他在当地一家医院的地下室工作。你没听错，真的是地下室。他在那里用粒子术治疗肿瘤，一干就是快20年。就在那个没有阳光，只有机器轰鸣的地方，他开始做另一种实验，不是用粒子，而是用文字。他写诗，写小说，他把那些公式变成句子，把那些无法描述的生命经验变成一行行科学诗学。过去，文学也曾经挑战时间与现实，就像相对论，像量子力学一样，但那是宇宙尺度，太大、太远、太不属于人。马洛说，我想做一种新的实验，一种能真正接近人类自身的科学诗歌。我要让不可能的和真实的在同一首诗里相遇。他做到了。在现实的地下实验室里，他打造出一座文字的粒子对撞机，让科学与文学不再平行，而是撞出未知的火花。2003年，有位编辑问马洛，你写的这些作品究竟跟物理学有什么关系？马洛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花了6年时间写了一整本书来回应。这本书叫《后诗歌》，通向一种新范式。在这本书里，马洛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。他说，19世纪以前的诗歌像牛顿物理学，有理性，有秩序，有经典的美感；而先锋派诗歌就像20世纪初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，他们引入了不确定性、多重视角、语言的跳跃。那他的后诗歌呢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他写的不是人类中心的抒情，而是从复杂系统的模式与混沌中寻找诗意的结构。他不再迷恋粒子这样的物理隐喻，
因为那太机械、太冷漠。他要写的是那种会自我演化、充满非线性反馈的现实，就像城市的扩张、互联网的信息流，或者一个人心里的波动系统，不是机械世界的诗，而是复杂世界的诗。马洛有个疯狂的想法，小说可以像天气一样真实又不可预测，它可以是语义的风暴系统，在现实与幻想之间随时转向。它不需要有中心角色，不需要线性剧情，甚至不需要确定的意义。2004年夏天，马洛开始他的下一场实验，写一部小说。灵感来自3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。一，他在报纸上读到，在美国内华达州一条最孤独的公路边，有一棵绵白杨树，人们在树上挂鞋子，像是给荒漠中的世界留下一点人味。二，他在一包糖纸上读到叶芝的一句话，一下子联想到一首朋克歌曲，再联想到童年吃的巧克力榛子酱 Nocilla Q.U.E. Merendilla Nocilla 真是一顿完美小吃。三，他当时正因摔断髋骨在泰国养伤，人在异乡，孤独、疼痛、断裂。你看，这3个东西互相毫无关系，但在他脑中就像量子粒子一样，突然纠缠了。这就是他小说《诺希拉之梦》的起点。小说就像一张散乱的星图，每一张是一个节点，每一段是一个轨道，它们彼此远离，却又暗藏关联。有科学论文，也有摇滚歌词，有哲学小语，也有机场闲谈，有真实人物，也有虚构角色。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拼贴进这本小说里，像一个语义的粒子加速器。他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儿，让小说像宇宙本身一样无序，但带有某种隐藏的秩序。小说写完之后，有人问马洛，你这些故事角色到底从哪来的？是你编的吗？马洛摇头说，不，有些角色，有些场景，是我从我们叫做现实的东西里直接拿来的。什么意思？在马洛眼中，现实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虚构。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东西，其实不过是一种长期协商的叙事，就像小说一样，只是规模更大。于是你会在诺希拉之梦里看到，爱情和粒子物理穿插交错，鲑鱼加工厂和微型国家同时登场，下水道井盖、性工作者、机场候机厅，这些看似杂乱的生活片段，都被他编织进一张信息的宇宙网。小说里还有一个角色，每天中午都会固定读一遍博尔赫斯的《论科学的精确性》，那正是马洛自己。他把自己写进了小说里，像个程序里的幽灵变量。他不是在写小说，他是在绘制一张世界的拓扑图。3个月后，马洛从这个诺希拉梦中醒来。几个星期后，他又开始了下一部小说《诺希拉体验》。再过几个月，诺希拉实验室也诞生了。这是他构建的3部曲，不是3段故事，而是3次关于现实本身的实验。在最终章诺希拉实验室中，马洛请来了一位重磅人物做客串，西班牙文学传奇恩里克·维拉马塔斯。他曾在某本书中反复问道，现实真的存在吗？他没能给出答案，但马洛也许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，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把这个问题写成了一整部小说。在一本注释中，马洛曾提到，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有某种数学的回声，那是超出我们控制的文学中的隐藏线索。在他的小说里，这些线索几乎变成了明线。陌生的呼应，不约而同的重复，出现得如此频繁，你会忍不住想给他们画张地图，试图把这个世界标注出来。但你马上就会发现，这张地图可能会比世界还大。后来，马洛彻底告别了物理学，他决定把余生献给文学实验。2018年，他发表长篇小说《战争3部曲》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关心粒子或系统，他把目光投向我们所有人，那些每天活在信息漩涡中的人类。马洛说，我们现在每一天阅读制造的虚构，在网络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。不是小说变得不真实，而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比小说还小说的世界里。曾经，科学想解释世界，后来，小说想模拟世界，而现在，我们每个人
都在不自觉地编写着世界。在诺希拉三部曲之后，马洛又开启了第二个三部曲实验。第一部讲的是一个作家，他在一座荒废的岛上建立了一个写作驻地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他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。他以为那是文学的隐喻，是某种象征或意识的投影。但后来他明白了，耳边的嗡鸣不是隐喻，不是象征，也不是文学，它只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。这就是马洛的极致，他不再用小说描述现实，而是让小说和现实本身产生干扰，像量子态一样带入不可预测性。当然，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，还有一些拉美作家也开始在小说里听见了科学的回声。智利作家琳娜·梅鲁纳写了一本小说叫《神经系统》，讲的是黑洞、家庭和过去的引力。情感也有引力，像物理一样不可逃脱。墨西哥作家乔治·沃尔皮写了《寻找柯林索尔》，小说里那个物理学家影子很像海森堡，真假之间像量子叠加那样难以分辨。本杰明·拉巴图特也写过很多关于科学家的小说，他写薛定谔，写海森堡，写格罗滕迪克，但更像是一种传记式拼贴。他让物理变得动人，但不是实验性的。这些作家都有共通点，他们都在听一种声音，一种从我们脑海深处传来的东西。但只有马洛把那声音写成了现实本身的断裂。马洛曾经写过一句话：科幻这个词是多余的，因为所有的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。对他来说，小说不是讲故事，而是一种实验，用语言模拟复杂现实的实验。每一本书都是一张现实地图的副本，还顺带扫描了那些不可能存在的世界，梦境的、错乱的、被掩埋的、尚未发生的。他混合真实与虚构，把科学拉进幻想，把幻想投进现实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去理解成为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他的文字就像一座扭曲镜子的迷宫，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自己，也可能会彻底迷失方向。当然，有时候他的小说也会走到极端。当最弱的一面出现时，你会觉得这就是一块阴谋论者的图板，钉子连着钉子，绳子绕来绕去，意义模糊，结构散乱。但最强的时候，他创造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物理学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磁共振成像，只是用小说来完成，不是用射频激发氢原子，而是用文字激发我们心里那些被压下去的东西。我们读马洛不是为了得到答案，而是去听听自己身体内部那一声轻微的回响。物理学的目标是理解宇宙在一切尺度上的运作，去探知我们和仪器所能触及的一切可能性。而物理的方法是不断推挤现实的边界，直到它再也无法被挤压，无法被改变。要理解这个世界，就得先列出它的所有可能性。所以物理学其实是在划定什么是不可能的。那些属于别的宇宙的可能，那些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现实，正是在这些缺席中，让我们眼前的世界更清晰也更有限。而小说呢？小说是我们通往不可能的实验室，是我们用来描绘超出这个宇宙之外的无限。那些虚构的、不存在的、不成立的，也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因为它们存在于我们心中，它们能让我们落泪、振奋或者胆怯、崩溃。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过这些不可能，也没法用手触摸它们，但它们依然扩张了人类这个概念的边界。是的，我们也许被现实所求，但我们天生属于虚构。物理学总是提出最简单的问题：什么是可能的？而小说总是逼我们面对最困难的：什么是不可能的？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两者。在物理和小说中，所谓实验本质上就是一个提问，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答案。没有哪一次实验能为知识画上句号，每一次尝试都还留下了不确定，也正因此留下了余地，让我们继续想象，继续提问，继续写下去。在物理与虚构之间，实验永无止境，想象也不会终结。